烦涂磊老师帮我拿一下。走上台，先鞠躬，心情愉悦，我很放松，打着快板来介绍，我的名字叫王冲，这个名字真苦恼，产生的误会可真不少。开学报到第一天，按照名字分房间，我的房号109，我暗号来到房门口，推开房门我往里走，就听见妈呀一声吼，房间里是位男同志，已经脱成了1点式。原来因为王冲这个名字像男士，把我安排到男寝室。我从小的理想不一般，爸妈为我直心烦，老妈送我学唱歌，老师气得直哆嗦，老爸送我学奥数，老师气得要上树。我的梦想是主持，刻苦钻研来坚持，我的这个语言很真挚，我的这个情感很朴实。舞台上我乐乐呵呵，激情四射像疯子，生活中我顶天立地，啥也不怕，是汉子。我激情澎湃，心潮涌，来到非你莫属，拿起话筒，为了梦想不放松，无所畏惧，向前冲，向前冲。自己写的段子，然后去展示，让老板眼前一亮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表现了自己啊。各位老板好，涂磊老师好，人力资源专家好。今天我想应聘的岗位是编导、策划以及讲师的工作。哎呦，涂磊老师，每次看到你，我这心呢，感觉都要吐出来了。你是要吐还是心要出来？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想吐。这个涂磊老师就那么恶心吗？不是，就是咋说呢？就是看到他就有一种无形的气场。刚才他从我这旁边走过，我就自动的就这样了，我就害怕。刚上台就体现了职场情商非常低，很难去定位自己今天你要扮演什么角色。他刚才说他今天来主要是想做主持人，从他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无时不刻在为做主持人做准备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景资料，你解读一下。好，我来解读一下我的这个情景资料。首先，我分为3部分来解读。第一部分是讲一下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。然后，首先是学校获奖和参与活动。然后，从我在进入学校开始，我就获得了主持人大赛第1名、2届演讲比赛第1名，以及1届征文比赛第1名。我记得是2014年马航失联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突发感慨，就写了一首诗，现代诗，然后也获得了学校这个10大诗人的称号。我的学习成绩就是综合测评和这个学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在今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。然后以及因为我破了一些学校以外和学校内部的一些记录，然后校团委就是说会在我这个毕业之前为我颁发学校的特殊贡献奖。然后第3部分就是我参与的社会团体，从头到尾。你做主持人会察言观色对吧？你讲的已经很散乱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把亮点讲出来。好，那我继续来讲，就说一下我的工作和实习的经历。首先第一部分我讲一下主持人、记者、配音员、编导和演员这一方面。我在广东公共频道、南方少儿频道以及乐视体育做过实习记者，还有主播等岗位。王冲啊，数下来你一夜已经做了10个职业了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一个万能之王呢，还是你是一个演员呢？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，其实每个大学生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都会是迷茫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说10个，你只需要说1、2个亮点。越是懂得说话的人，越知道不说废话，抓重点说。既然你主持的经历这么多，我给你出一个现场的考题怎么样？你主持一个刘家勇18岁的成人礼，你是他的一长辈，剩下的你自己来安排，3分钟，接受挑战吗？接受挑战。来，那请那个你的孩子上来吧。好。勇勇，来，快点。18岁哦，18岁。你先告诉我，你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奶奶？我是你的妈妈吧。好，快讲吧。妈妈好。你好。妈妈好。同学们从来都不喜欢我，这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是。你的时间开始了，你要做。现在都很害怕。OK。
别摸我，我害怕。各位学校的领导、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家勇的妈妈。今天是他18岁的成人礼，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人生成长的一个进阶。对于妈妈来说，我今天特别的激动，因为这是我的儿子成年之后的第一天。虽然家勇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，但是我始终教育他要做一个特别努力的孩子。妈妈，我很聪明的。你不能说我不聪明，我真的很聪明。你问问他们成绩。你最大的聪明不是在于你真的很聪明，而是在于你勤能补拙。因为我想到你现在虽然身材非常的臃肿，但是你之前跟我讲过，妈妈，一个改变不了自己体重的人，怎么改变自己的人生？所以我觉得我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人，而有梦想的人，他的未来一定不会活得太差。可能我的儿子现在并不完美，但是我相信他通过自己的梦想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通过自己对未来的期待，他一定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。在这里我谢谢在场的领导还有同学们。也不像亲儿子。我给你点评一下啊。第一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思维的确敏捷，他把家勇曾经的成长历程当成整个演艺过程当中的一部分。但是你还是光顾着自己说的爽，你跟儿子都没有互动。而且成人礼一个最重要的是他的宣誓，18岁的宣誓，你一个人帮他全说了。不是，你知道说完我很不爽啊。第一呢，我作为他孩子，我觉得我智商好低呀，对吧？他不停的说我孩子你智商很低。我没有，但是我一直是我妈妈心目中最聪明的一个孩子。我告诉你，虽然是我在外面经常别人欺负我，但我永远回到我妈妈的怀抱里。我妈妈说：“加油，你很棒。”因为妈妈永远给孩子最大温暖的。我在你这一刻我没有得。是的。在妈妈心里，你永远是最好。如果我站在舞台上，因为我的孩子本身就弱，我一定会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。对。我只要他健康快乐就可以了，我一定不会像激励大师一样，还要他变成伟大成功的人。这个我倒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今天我们考的可能是他的应变能力。不是，我说了是主持自己孩子的成人礼。既然是主持，你就一定是配角。而被主持的这个活动的主角才是主角。我理解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今天其实旁边有你跟没你差不多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对，这是一个没有儿子的成人礼。对，口才还是不错，但太自我了。太自我就表现自我，不让别人表现。来，谢谢家勇啊。我不赞同这个。其实，胡老师你也是主持，但是这个舞台上你一直都是主角。因为他一定是看了这个节目。这样啊，沈东俊，你不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我真的在这个场上一直我都是主角，就不可能再出现这么多明星老板为大家所熟知。我一定是给了你们发挥空间的。我要是霸占了你们所有发挥空间，你们还有出头之日吗？都抢来的。平心而论啊，就是涂磊的启发式提问非常多，而这点王总你没有。对，启发式提问是主持人可能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我真的是误会了这个其实不用误会，抛开这道题，你作为一个主持人，要不是他主动跟你搭话的话，你连余光都不瞟他。因为我就以为是我的一个发挥空间，我没有。但是我是你的儿子啊。真正的成人礼，我想妈妈是那一刻是很幸福的，但是希望把孩子带到了18岁，把他推出来，给孩子更多的信心鼓励。加油，你应该懂得了，听懂了，因为这个妈妈不爱你。好了，你说你可以了，家勇你也不必伤心了，毕竟不是亲生。整个过程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摆设，完全这个被妈妈忽视的一个宝宝。所以当时我内心虽然我也明确我的角色是配合他，但是心里极其不爽。我刚开始可能是误会了涂磊老师的这个意图，他可能是希望我主持，然后并且把整个控场、整一个环节说出来，但我以为就是做一个开头，做一个小演讲式的开场。其实王冲还是有一些优点的，这些优点体现在他的这个人品当中。这上面写，其实王冲家里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变故，本来是一个小公主，后来呢，高3的时候出现变故，这个家里欠下外债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努力的靠自己给挺过去了，而且对父母还很孝顺。你说说这一段好吧？
不好意思，一提到这一段我就会，其实我儿子还不赶快递纸巾，儿子。妈妈别哭，有我在。因为我是独生子女，从小到大父母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关怀，我很任性，我很自私，我一味的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从小到大特别喜欢语言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后来当我知道有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时候，我义无反顾的，我觉得它就是为了我而设定的，我就要去学。我没有管家里的条件。在我快艺考的时候，我不小心翻到了我妈的日记本，我才知道她之前跟我说她的脚小扭伤其实是筋断裂了。我才知道我的奶奶重病，爸爸失业，家里欠了40多万。但是我妈一直鼓励我说，女儿你有梦你就要去追。到最后我没有考上我自己梦想的那间学校，妈妈问我，王冲你要不要复读1年？我说妈妈不用，我说一般般的学校也可以出很好的人。所以我就努力，从大学进校门的第1天起，我就想不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梦想，更加是为了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也一定要努力，我也一定要认真下去。所以我没有浪费1天的时光。刚才老板跟我说，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？其实我大学4年以来，几乎周6周天或者平时舍友在睡懒觉的时候，我早早的就爬起来。包括现在每个星期天，我6点多就要起来，可能10点多才能回家。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，在听了你这段描述之后，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在主持活动当中出现的自我。因为你太想要了，因为你太努力了，所以你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让自己展示的机会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听一个人说话不是听他说了什么，是听他没说什么。所以你适当的时候要收，这个动人的故事更动人，想要表述的话语更容易表述。往往当你滔滔不绝的时候，那种动人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这是我对你的一点建议。他们说的问题很多都是我存在的，而且可能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我去认识到，并且希望自己以后去改到这些问题。你今天来应聘的是主持人呐？不是，我就想做一些编导、策划、执行，然后讲师这样的工作。但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完成我的梦想，就是在我做编导和策划的这个方向，如果有这个机会让我做主持人，是最好的。他今天来应聘的是编导、策划和讲师，要求薪资多少？编导和策划，要求薪资目标的薪资就是200吧。200，那有地域限制吗？目标城市是广州、深圳，但是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，也考虑别的地方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或留。还有10盏灯，天生我有台。来，职场测评。当你发现相恋多年的恋人和自己始终不太合适，你会怎么做 ？A. 跟他说，然后提出分手 ；B. 跟他说，然后由他决定是否分手 ；C. 拖到他察觉为止。你有恋人吗？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？没事，那我已经知道了，没关系。你选哪个来着？我选择跟他说，然后提出分手。A。对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既然我已经努力和争取过了，我可能会提出分手。你真的忍心吗？我肯定是不忍心的。所以你肯定会说着选 A， 其实作弊。因为他是始终不太合适，表示我们中间肯定是发生了很多这样子的磨合和这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我才会提出这个。如果他说是恋人和自己不太合适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肯定会选择 B。让我们来问一下你的儿子会怎么选。来，我认为我也会选 A 呀。我是一个坚定的叔本华主义者，我认为要么庸俗，要么孤独，这个事情没有将就的。这个事情我和我妈妈选的一样。我坚定的支持我妈妈的。谢谢儿子。你也真敢接，还是？东军，你选哪个？我选 A。其实所有人都会选 A。要我选择 B。你选择 B， 由他决定是否分手。你为什么回答的这么暧昧？我觉得始终不太合适，可能是我的问题吧，别耽误他的青春，所以我由他来决定。来，神仙姐姐，你怎么选？我觉得我会选 B，
第一是我肯定会跟他说，然后其实讨论为什么，但是最后面分手，我一般都是那个让别人跟我分手的那个。啊，不忍心是吧？是。好，3位老师，庞百叶你选哪个？我选 A， 和他一样。啊，一样。这道题是这样的，我们先从他题面的情节性跳出来，其实是看你在快速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处事风格。选 A 是体现你什么？你愿意担当责任，它是属于直面问题那一类，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。第二一个，其实你从上场之后，你面对老板那么多质疑，你表现出来的情商很高。三一个就是你想应聘的是编导的工作，但是你看你刚才前场的演讲缺乏情节感，缺乏故事感，另外一个节奏感不强。如果你能1、2、3的这样去讲话的话，可能会更抓人一点。哎，我有2点反对的。他情商高的话，他到现在都没给涂磊表示一点歉意，对吧？上来先损了涂磊，那姑娘到现在恍然无知，对吧？你还这么说他情商高，这是第一。包括他主持根本不关注自己现场的嘉宾和我们在座这些人，完全没我们的事儿，这不是情商高的表现，对吧？是情商是一回事，最起码你对人际关系不够敏感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情感跟职场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英雄还难过美人关呢，我们在情感上优柔寡断点怎么了？跟我们职场上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吗？对，这道题跟职场真的没关系，因为职场很多时候我们是对事不对人，这需要理性和果决。但是对爱情这个事儿是不能讲理性的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如果考情商的话，考爱情这个情商的话，每一个爱都是应该被尊重和不被伤害的。这道题啊，确实是跟职场没有太大的关联。之所以有情不自禁和为情所困这样的话，那都是感性的。但是这个女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记得我前面问了个问题，我说你有恋人吗？她说我可以不回答吗？随之马上她就可以进入一种很认真的状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我对这个女孩很诧异的。所以结合你刚才对她的评点，你所说她的情商高，我觉得你所指的是她能迅速的进入一种专业的状态，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而陈浩所说的他的情商不高，所指的是人际关系的敏感。他就像他自己所说，他很努力，所以他时时刻刻可以把自己变成一种非常饱满的工作状态，这是情商高的一种表现。但是在人际关系的敏感当中，他的确不够敏感。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方面做的不是很足，在以后的这一个处事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情商。他应聘的是编导啊，还有这个策划与讲师，你们赶快抓紧你们要提供的岗位，有什么问题赶紧问。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把你在策划或编导方面的成绩或者取得的价值，或者说别人对你的这个反馈以及口碑给我们呈现一下？哎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，讲师就不用说了，他口才不错，把编导和策划说一个案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能力，尤其是策划。好，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去年的一个汇报演出是抗战胜利70周年，我就写了一个关于这个方面，前面是一些小情景剧，后面是一个朗诵加歌的一个。那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价值、成绩和别人对你的反馈是什么？我少年宫的一个续报率来说，就是家长如果肯定我，或者说小朋友肯定我，他才会继续报我的这个班。我2年的续报率，一年是100%，一年是95%。然后第二个是我策划方面的，策划一场晚会，让家长继续续报啊，然后巩固后面的接下来的一个学员呐。那我当时就策划说，我们来一个小比赛，叫做口悬河之星。就从这个比赛当中，我们从每一个班挑出，就是每一个年龄段挑出1、2个表现不错的小朋友，然后我们在之后的做一个教材，可以让他在里面当个小演员，然后我们可以出一些碟片来包装他，我们可以做这个微信的上面的一个每期的推送，上面是小朋友的一段小表演，然后策划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比赛。好，第2轮选择区获流。还有8盏灯，来，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，从姚一波开始。我给你岗位就是营销策划的岗位。地点是在哪里？姚一波？北京啊。我们给你是我们广州的电商部的方面的发展专员，但可以加